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台湾呢，从今天开始就要变寒冷了，当然世界各地现在也变得很冷，那大家在北半球的各位那要注意保暖，这个接下来天气将会比较严厉一点，这也是我们在瑞士甲辰年的一个特色天灾跟人祸，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地母经它对于这个推算气候说真的，我不晓得它怎么推出来的，但是它的准确性还是蛮高的，好吗？好，一开始老师来跟各位先报告一下那就是说这个直到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来问老师什么时候点灯，这个事情其实在预料范围之内了。虽然我们1月5号已经办完了，那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第二场。第二场我们按照往例都是由金立老师来去做补办的等于说我们在大年初四还会有一场补办你这个安太岁点灯，它各项点灯跟我们第一场是一样的点灯法会，但是它是补办在大年初四。那为什么要在那么晚？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办呢？不能在那个2月4号之前办呢？那就不行，好吧？那真的就是不行，因为办这个它是需要有时间性的那你时间不到，你不是不能做了，就效果不好，你知道吗？我老师这一派的这个在择日的时候会比较讲究一些细节，然后还要跟神明请示，毕竟我们办宗教行业嘛。所以说在大年初四那边才会再补办。那什么时候报名呢？在金立老师的页面他已经报名了。所以如果你有金立老师 line，你还不知道怎么报的，那去找他。那可能过2天了，那老师也会这个群发 line 跟微信，请各位去跟金立老师这边报名，好吧？这个是稍微讲一下。那还有就是说呢，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P6年的这个活动那老师决定在1月31号，我们提前在1月31号我们就停止了，也就提早半个月。老师之前是说在除夕之前那因为除夕之前我们太多事要做了，可能一下子没办法兼顾的很好，所以说老师在1月31号那一天，我们就停止收我们的那个甲辰年的那个 P6年的一个活动，好吧，这就停止了。好，那我们就公布布达事宜到这边为止，好吗？好，这样进到我们今天主题好了，今天尽量把它讲完，尽量的。日本这个经济是我们第一开始要去讲到的。那当然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他在日本，看日本很多欧美的观光客，觉得是说它可以带动整体的经济那这个东西的确事实上的确是可以达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数据来去看的一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在日本的官方数据去显示包含他们自己的边境解除，还有日元汇率的疲软。2023年访问日本的国际游客不包含的是说你中国哪个国家都一样所有进入日本的游客它已经达到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的79%，比2022年的383万激增了6倍之多，达到了2507万人次。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在2023年有2507万的人进去观光，对它的整体的经济有没有帮助？那当然是有帮助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这位朋友他在日本当地去看了很多观光客觉得经济会因此而好这个讲法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老师会说日本的经济这样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呢？那是因为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你要看它的 GDP 的组成这个是很重要的。日本 GDP 组成它里面最大宗的当然是55%以上到63%之间它会浮动历年来的浮动当然它最大的是民间消费，也就是他们的内循环是对他们最大的 GDP 组成。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其他的地方在额外的其他的，比如说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的这个东西我们加起来来看的话，它的农业只有0.9%，所以中国去限制日本的水产品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程度。各位不要想那个0.9很少这0.9其实你要看英国它 GDP 增长是0那德国是负的，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国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不要小看那0点几甚至1%或2%，这对我们的收入来讲可能是很小，因为老师本身就没什么钱，你少个10%也没多少，对不对？但是呢，对这个国家来讲，它那个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一个问题这个不容小觑了，好吗？这不容小觑的。所以它的农业占0.9%，那这2022年了，因为每一年的 GDP 组成在2023年10月，那老师还没拿到最新的资料，但是比重都会差不多。所以是说，但你工业的地方就要注意到了，工业占整个 GDP 比重里面包含了它所有的进出口加起来，我们都要去看它的整体的组成它达到了29.8%，那它的其他部分就是69.3%。所以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日本为什么老是说它的一个工业上，它已经被取代的很严重，包含了日本的汽车，还有日本的一些精密工业他们原本的高精尖啊，就是高端啊尖端，然后呢尖端科技啊，精致工业跟尖端工业，很多东西啊，它其实是中国是可以去取代的。所以它现在并不是说好过去日本的一些软体啊、硬体啊，你要买它的一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业原料或者是工业技术啊，你可能还得买它一些配套的东西啊，比如说啊，就以前在中国跟他买一些跟那些核子或他们高精尖的一些发电厂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他连纽扣都要跟他一起去打包售卖。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他不会只买你这个哦，还有一个 package 就是一个套装，就是说你既然买我这个很重要的，比如说 A 商品，他就给你挂 B C D E F 啊，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那个没有什么屁用的东西。为什么？第一个有利润更高嘛，第二个就是敲诈你了。说坦白就是这样，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所以是这个事情，它的工业取代率已经变低了，好，就包含了它的一个半导体啊，其实也没办法超越台湾，说他们才需要变成日积电过去嘛，对不对？日积电过去就是希望能够振兴他们的工业。所以说啊，你今天工业上已经被大量取代的状况之下，它29.8%，哪怕它只要低2%到3%被中国去取代了，对日本整体的经济前景，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说万恶的共产党现在打击了那个大日本帝国，现在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而包含了我们看到了各国去访日本的一个人数啊，其实少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了，因为中国跟日本现在是不共戴天嘛，你排放核污水这个事情啊，哦，那就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是说，他在2023年呢、哦，他现在最多人去造访的，其实就包含了韩国2023年了，他那个也就是去年造访日本最多是韩国，大概313万人，那第二个是台湾，然后177万人，那美国是97万人，香港91万人，中国是59万人，然后这个是在日本8月的时候，8月的时候，他8月时候推出来的图表，但是他统计是在上半年，就是1、2、3、4、5、6。那即使后面它再翻一倍，那中国的游客也是变少，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其他国家的旅客是有去补足了中国旅客没有去的这个额度。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中国旅客他虽然已经达到了，他过去可能有1000万人去日本去旅游1年，他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这1000万的额度啊，将有其他国家的人陆续去把它补足。好，这个其实是有达到。就我们开始讲到它的有疫情前的79%，但要注意到还有20%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你在看一个经济数据的时候，你要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去拆开来看，它细的地方在哪里，它影响的地方在哪里。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工业被大量的去取代的时候，它只能靠观光业去撑或其他产业去撑，不是不行，但是它陷入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缓步性的一个衰退的状况，也包含了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去年这个差不多这个月份吧，还是去年的4月份、3月跟4月份，老师讲的那个大衰退的主题也是一样，还有我们上周讲到的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也是一样，它就会变成是说你孩子不生，你一个新生代的人变少。我告诉你，你只要生的少，会去从事工业的人就更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希望怎么样，双手是干净的，你知道吗？很少人会愿意去做那些机械式的，或是一些很累的，或是一些比较脏的。而工业它是不大可能都是很干净的啦，哦，就算是 CNC 它还是会产生污染，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就必须要去做工啊，工这个字啊，工字不出头。其实亚洲社会或是各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是说，你能的话，当然做办公室当文员是最好的。所以说你孩子生的越少，你后面递补到这些工业人士也就会越少，那你工业发展前景当然是越值得看虑，因为你的竞争就变少了。所以说日本现在也有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现在日本呢，他就要开放了什么？跟欧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要开放外劳，而且包含是尼泊尔的外劳，要让他们进去。来去怎么样呢？来去递补是说他们的一些劳工未来可能长期不足的地方。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德国也是有，这我们稍后会谈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在日本的前景来看，它的工业是不断的下降之外，孩子越生越少。还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谈过的日本有个神似少女，就是少女她是流浪到街头，然后等别人把她拎回去，然后去供她吃供她住，然后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我就管不着。这个神似少女其实在日本严重了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包含什么？日本的暗黑打工。暗黑打工啊，其实这段时间老师一直在研究这个议题。但是日本的暗黑打工啊，它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啊，就是由日本的黑帮过去他们是讲的是拿那个花大花臂啊，做什么刺龙刺凤，跟台湾一样。台湾黑帮其实很多部分是承袭日本黑帮的，然后因为那个模式啊，跟它的规范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的堂口区分啊，这个东西是包含了洪门那一套的跟日本这一套的两个糅合在一起。台湾黑帮是一个蛮多元化的黑帮。那也包含了，就是说，你看日本的黑帮，他们现在做什么呢？就是复制的台湾的变体版的诈骗，或者是做一些非法的状况，就是包含暗黑打工，就是你帮人家当车手，或是帮人家去做一些运毒啊，或者是一些送面粉啊，或者是一些不能够见光的交易，这是所谓的暗黑打工。而这暗黑打工的来源是在哪里呢？它来源是在比如说 IG 或是 X，就是推特。当然少部分可能还有其他的 Line 或什么之类的，或是 Telegram 之类的比较不容易追踪的这些通讯软体。所以说你这通讯啊，其实在这种匿名状况之下，其实的确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你说国家该不该管这件事情呢？你说该管，你就有说你在窃取这个私人机密；那你说不该管，那你知道暗黑打工，小孩子就容易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到了这个状况，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日本的他们的私人调查这不能算是政府调查，私人调查里面呢，就发现，在这个国中、高中的一个阶段里面呢，大概每5人就1个人就曾经去做过这个暗黑打工。贵东老师的意思吗？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你高中毕业，你可能高中或高中毕业，你去当你神似少年，你可能后面就要去面临到其他的人生上的一个崩落，因为日本就是你一旦有不干净的记录，你就会社会性死亡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个太，他们说是民主国家或讲人权嘛，这个每个国家的习性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能容许有污点的人在你们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事情的。那你的暗黑打工也是一样，你抓到他判刑判很轻的，你可能2、3年他可能就可以放出来，甚至你可能几天几个月就可能就出来了，可能甚至连关都不用去关口头训诫就请你离开了，因为他并不是像过去日本的一些重大的刑案，而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未满16岁，他跑去给他大屠杀之类的这个事情之外，他只是骗人他只是诈财，那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每5人就1个人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来的钱快，这一定的嘛。小朋友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什么东西可以赚钱，我就先去做这些事情来满足我自己的一个物欲。这个物欲是很正常的。那家里为什么不给他这些好东西呢？当然，因为家里本身的收入已经没有以前这么高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80、90年代日本很多那个暴走族，有没有？香港暴走族。为什么会有这个暴走族呢？因为那边一个普通上班族他1年的年薪可能1000万，那个是一个打底的最基础的一个基层的一个，你年薪可能就1000万日元，那个是泡沫经济前的那个时代。所以说他们不断去供养这些小孩子，他们就不可能去做一些什么这些比较冒险的事情，因为他们钱根本花不完，对不对？花不完，根本就花不完，是不是？但现在不是，当上面能够给你的能量变少了，甚至我连把你养到你高中毕业都有一些吃力的状况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变成这个下一代的一个整个结构跟它的一个品质就会下降。对，就不要小看这个问题青少年犯罪这永远是一个国家它是20年以上的一个先行指标，因为这些人他无论如何他都会老。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其实讲的有点老生常谈，就是有些事情你一旦开始做，它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你这些少年，我们只要放任他不去管他，哪怕他是10岁、15岁，甚至6岁，这些人都岁数不重要，我们只要让青少年犯罪，无论是霸凌，无论是一些，比如说你像这样的神似少年，或者是这一些暗黑打工，你只要做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矫正这个问题，那他一定会变成20岁的人、30岁的人、40岁的人。那如果他在15岁、16岁就已经染上这样的状况，然后又给他一个社会性死亡，那么请问一下，这些社会性的死亡的人，他未来能够再去投入这些工业或是高精尖产业或是其他的行业里面吗？是有一点点困难，在日本，至少在日本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困难。其实，在这个比较宽容的地方，我觉得是说，比如说台湾或者其他地方可能比较宽容一点，在美国也比较宽容一点。但是在日本跟韩国还有中国这个地方，是你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除非你自己是说有去开始做生意或创个小业，那个可能还可以。但是在日本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这种暗黑打工是在日本未成年少男少女里面是很严重的，包含了有记录在2022年1年在日本里面就增加1万
多件12岁到未满18岁的这一些犯罪人数啊，这12到18岁，老师讲这些15000都是学生的年龄，无论他有没有辍学，无论他是不是正常学生，都会有这个状况。而在2023年，刚刚讲的15000多件，在2023年又多了50%，等于说2022年已经发现暗黑打工有神师少女这些问题的时候，日本的政府跟他们的社会并没有想办法去力挽狂澜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呢这个问题是隔一年成长50%，成长50%，而这些人未来10年就要进入了什么？进入了在日本的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基层的劳动力所来源。那么请问一下，这该怎么去？你跟我讲说，日本可以很快速的去再恢复在以前的，比如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经济融景，它的容易程度是还蛮低的。所以很多在日本的朋友看到这个表面上的，我们看到所有的观光业都开始欣欣向荣，很多事情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细节，就是你的青少年的问题是很大，也包含了是什么？也包含了是他们的一个婚姻的状态，比如是说日本的在世界各地都有离婚的家庭嘛，这个很正常，夫妻感情不好就离婚，不然在一起也是痛苦，对不对？但是在日本的婚姻结构也是这样，一旦离婚了，你要再婚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啊，概率比较低的，因为你第一次会离婚，就已经在这个妇女的心上已经留下这个男人都是这样的，搞这样的状况啊，不是像漫画或者日剧那样都那么美好。离婚了哦，他不能像其他国家，你再2婚3婚，这个是很迅速的，也没什么大家人会给你太多的一个眼光。但是在日本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然后这些你单亲的这些家庭，小孩子他的生活品质跟教育水准就会降低之外，妈妈通常他无论是之前是什么职业的，你一旦离婚之后，你社会口碑变差了，你就有可能为了要兼顾养小孩，养小孩你必须要有去照顾他的时间，你不是说你只帮他缴学费就好啊，不然的话他又变成帮派分子了，又变成堕落少女，那这个也是不想的。那这个时候他又要怎么样？又要去营生，又要去照顾小孩的时候，他又必须走到银座或是其他一些地下产业去里面来去赢得他的收入。而一旦进去这些产业，哪怕你觉得是说我暂时的，但是一样你沾上了这个记号之后，你很难再去洗掉，而且他的收入来的确也是蛮高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这一代跟下一代，你整个结构跟它的一个秩序就产生了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这个问题在台湾有没有？台湾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台湾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讲这些事情。所以日本为什么它未来的前景老师看的是非常之差，是因为它的工业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超出了它周围的国家，哪怕是台湾。讲就简单嘛，我们不要说跟中国比，你跟台湾，你的高精尖的地方，你就不一定可以胜过台湾的半导台积电啊，或者你的制程或封装测试，你就不一定可以赢过。虽然日本也有光刻机，但是它的光刻机是28奈米的，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8奈米的。那你这个再去竞争度，当然也是比较低的。那包含了我们刚才谈到这些社会的问题，它都没有进行去解决的状况，他们只想以现在的模式，我们就继续一直往下去吧，就没有想到去整顿一下他们现在他们社会之间的一些矛盾跟问题。这个就是现在日本老师可以长期看他看弱的原因。这个是各位要去理解老师不大会是说我对日本其实没什么意见的，对日本是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他这个状况对于未来的，你现在可能是15岁的，甚至20岁的，你还在留在日本发展，你的风险性是很高的。因为当你的薪水你只剩20万日元到25万日元，还是未税的状况的时候，你在日本发展，你的问题就很大。而日本，每个人都不知道嘛，日本还是有知道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人到外国去发展的很好，甚至他们还有在其他地方买大片的土地，这些东西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因为有识之士，他们已经去做移转，已经去做准备了。但是你一样在日本境内的人，他们就容易受到什么？受到你生活压力过大，你家庭的环境跟你的社会的压力，让你没有办法去思考是什么，没有办法去思考是说你的人生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舞台。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压榨到他们没办法去思考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坏的东西它只能越来越坏，而好的东西呢，他们的整个东西就会变得拉距就变很大。那这个就是在日本，它一定面临到的问题。日本经济只要崩落，好到的一定是其他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钱是很最公平的，钱没有忠诚度，我们看钱往哪里走，哪里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好吧？因为资本家他们的嗅觉一定是比较敏锐的，
所以你看说，这美国在 QE 的时候，钱到世界各地各国去，对不对？那你在 QT 的时候，钱就会赶快回去，那就是因为钱这个东西，它讲的是利益的地方。那我们看钱怎么去走，就很清楚在这一点，好吗？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啊，日本这个整个每个国家的社会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刚才讲到台湾哦，台湾现在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的教育品质是非常低下的。各位你要知道，台湾大部分的大学都已经跌出到那个世界100大大学的名单之外了。好，包含台湾大学哈，当然美国有美国的大学的评鉴，那你英国有英国的大学评鉴，但基本上台湾大部分的大学都已经跌入100大之外了。而中国大学是很多不断的去挤进去这个100大的榜单里面，等于说台湾的整个教育品质啊，已经是大幅度的衰退跟下降。你说过去我们所知道台湾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教育品质不错的时候，能不能去创造经济，它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包含台湾也是跟日本一样面临到少子化，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低弱化。好，你说我简单讲一句话。今天如果是你，好，我们今天这样，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如果今天有东京地大或者是早稻田大学，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韩国的 SKY， 还有就是台湾的台大，还有或者是成功，台湾台大台清交，对不对？台湾台清交，好，这些去比的时候，你会去 SKY， 会去东京大学，还是去那个早稻田，还是留在台湾当台清交？更多老师意思，我说钱不先考虑哦。你会去哪个地方？再加另外一个英国剑桥，然后那个美国，比方说什么麻省理工学院，好吧，啊，或者是哈佛，啊，或是其他们榜上有名的学校，甚至是什么呢？芝加哥大学，你会去哪里？更懂老师的意思吗？会选择台湾台清交的有没有？一定有，但是比重一定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因为人才他也会往高的地方去爬。如果钱不是问题，我当然要去比较好的地方。那会觉得台清交比较好的概率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台湾的教育水准低下之后，台湾的竞争力当然也会同步的去下降，也包含我们等下谈到的 A 克法这个问题，好，都会让台湾整个竞争力也是下降的。而韩国也是蛮夸张的，这我们等下谈到这些事情，好吗？先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大家晚安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哈，没什么了。感谢林冠赞助，感谢林冠赞助，谢谢哈。哦，这样都没什么问题，觉得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所以我们看事情啊，要全面化一点，好吗？啊，我今天感觉我今天好像有点口齿不清，是不是？啊，主要是要改进一下。哦，这个礼拜超级忙的，真的是忙到一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下去哈。这样子我不知道今天准备的够不够。而在我们看到台湾啊，台湾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台湾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 A 克法。A 克法这个问题啊，其实在中国一直传出来很多的空气啊。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国际之间的一些变化，它尤其是在台海之间呢、他们最快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先放空气啊，放空气说，哎，有可能会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可能发生之后，他第一个要测民意，那第二个要测他的一个其他人对于这个消息的动向。它最后会不会出来不一定，但是它空气一旦放出来之后，它就必然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根据性，或者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政策的取向性。所以说，像在台湾啦，你这个 A 克法的东西可能是要面临是全部都把它中断，而且包含了你未来的演习可能会常态化。那常态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去年8月还是前年8月吧。哦，在那个裴洛西那个时代的时候啊，裴洛西的他当那个众议院议长时代的时候，我做成这个环岛演习，未来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一个频繁。那 A 克法这个东西一旦断掉了，人家对我们政府是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少，但是这个东西一般百姓去听是可以的，或者百姓不知道你整个经济结构，真的会去了解经济结构的人，他不会觉得 A 克法断掉之后对台湾影响是小的，包含早做清单这些东西，化学原料啊，它可能从零关税变成7%的关税，这些东西可能一般人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在经营整个企业，或是你整个产业链，甚至是你整个国家 GDP 组成的时候，它的影响就是非常之大的事情。所以说，当你 A 克法如果全部中断的时候，台湾基本上你的工业的竞争力，工业竞争力也就变少了。当然，你说服贸或货贸这些东西，A 克法这货贸跟未来可能会有没有的服贸这个几率啊，会不会造成是说统战的一个问题啊？这其实也是多想的，因为当时 A 克法来设计的时候，就是两岸的人员是不往来的。
好，就是你不能够进来台湾上班，啊，这个是一个优先，对岸可以让我们台湾人过去上班，但是我们不让对岸人过来台湾上班，就是无论是福贸是货贸都是被禁止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做实验的管道，如果是在这几个月要是被断掉的话，那么台湾你经济要再起来的概率是极低的。而且加上我们现在整个政府它并不能完全执政，而且执政他们是这个有很大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台湾未来的经济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看坏的地方。那所以说，一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产生就是什么呢？像在前台湾的 AIT 的处长啊，就 AIT 嘛，各位知道 AIT，我们要去办那个签证都得去 AIT。那包道格就有说过，是说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台海，是在南海。那这个事情呢，也包含了菲律宾当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当选了之后，也有发贺电来说是台湾总统。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小马可是他现在自己的内局是不稳的，他有没有可能被罢免掉，或是被推翻掉，这个还在未定之天。但是呢，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南海这个东西，假设台湾海的矛盾你移到南海去的时候，对台湾也是一个致命性打击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没有很安全的一个海路的出去的空间。南海呀、无论是南海呀、你要往南边去贸易，你要南进策略、南海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如果南海这个地方不稳的话，那么你现在包含了美国一想要进来搅局，那你整个国防的空间你就会变少，因为我们的总统可能逃都逃不出去了。说坦白说就是这样，这个是非常大的危险。说现在美国想把台湾海的矛盾转到南海去，那希望中国不要趁现在我们的新总统当选之后会有进一步的空间。那么当然是希望把矛盾转到南海去，不要在台海太早去产生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选前都已经传出这样的空气，是说这加赖清德当选，未来没有什么好说哦。甚至我们很简单来看，那个战略忽悠局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哦，那个战忽局啊，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哦，金灿荣，金灿荣他也说过是说，他认为在中国他不会给台湾的这个新政府会有任何的一个蜜月期。那金灿荣讲的话，其实基本上他一定会透出来一定的空气，是说这是代表中共他们本身的一个态度。中共本身一个态度，在金灿荣教授他讲出来的话，因为他专门研究这些国际关系的嘛。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是他讲的方法，如果是走向的是说台湾的ECFA会全断，也包含其他的贸易会一个一个逐步的去断掉，那么即使我们按照我们台湾现在的一个执政党的看法是说，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去转移到 WTO 去解决，我们也是完蛋的。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先不说这个 ECFA 本来就不归 WTO 管，所以说你去申请，人家也不会去理你，更别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去申请。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进 WTO，你没有3年5载，你这个争议是没有办法去调解的啦。3年5载，台湾能够撑3年5载经济，然后在你 ECFA 全断的状况之下，然后我们台湾经济还可以撑3年5载吗？这个是有极大的一个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最重要、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民进党政府他已经执政8年了，那现在还有未来的4年到8年。我假设还有台湾可以继续选举的状况之下，我们在台湾所有买到的一些购物的管道，各位你知道，无论是某皮或是一个某生，对不对？你去看一些东西，他们基本上都是直接去挂中国的产业链，直接从中国发货到台湾，然后一样你去做那个实名认证之后，或台湾的实名认证，还有一些你那个一些身份证字号，去知道说你进口流向。但是各位知道，我们的东西是直接可以从中国发货，然后走这个货运，直接可以寄到台湾来。所以以前是做这一行的，我只能是说，我之前就做这一行的，所以我很了解这件事情。但是你台湾一旦是从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去管理，是说为什么你可以进行这样的贸易？你不是台湾进口商进口之后进口报关之后，然后你统一去做物流那个什么产品的铺货，而是任何人这个人可能他直接台湾没有仓库的，你是直接从国外去寄回来的对岸是属于国外，你知道吗？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吗？这样寄过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收到便不便宜？便宜是便宜的因为他们还是要赚钱的，还是便宜。但是台湾的你整体的那个销售链你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好不好？这是好的，这对于我们减通膨是有帮助的。如果政府去管理，反而会让我们通膨去提升。但是实物上，它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并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网购的这个金额再大，基本上我们也是去贡献给对岸的一个的经济因为他们那边发货过来的。
说很多事情啊，在台湾你会变成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也包含的是什么？也包含就是说我们这次的总统大选啊，包含我们的柯文哲前市长啊，现在变成柯文哲主席，对不对？他现在发表一个想法，就是说呢，赖清德总统他不是新潮流哦，他不代表民进党，这个也就是蛮有意思的。你选前你是怎么说的？你选前是怎么说的？然后选后就现在要跑去跟民进党去合作，这个问题也造成的是说，你台湾整个政治势力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他跑去选择跟民进党去合作，那么在他必须要押对宝，就是说台湾经济一定会成长。如果你不成长，那下一次你在选举的时候，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你的状况就很危险了。这个从哪里去看到一件事情？台湾两大前在野党，台联党、时代力量，各位还记得吧？时代力量，这几年我们看到的那个学运啊，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就时代力量从那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今年时代力量的立委当选数，我记得是0，他政党票也没有上，政党票也没上，整个就完全泡沫化了。对，老师之前有讲过，时代力量基本上是一个泡沫化的一个政党，台联党已经泡沫化了，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那个什么台湾还有新党什么东西的，都泡沫的一干二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没有办法去从这个政党斗争里面去存活，而且你立场是摇摆，你没有中心思想之后，你没办法去说服跟随你的人，是说你做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说台湾我们可以注定是说，你要经济要发展，你除非是说你跟过去8年一样，或你是完全执政，你还有点机会，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民进党执政一定不好，但是你必须让他完全执政，他才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好事情。当然，实务上是比较难一点的，实务上是比较难一点的。但至少没有这个期望。但是如果你的国会基本上跟你执政是反着来做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大。所以台湾内忧外患，它是会一直不断的去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事情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经济啊，从今年开始绝对是一直往下去走，你很难去往上的发展空间。当然，老师也在台湾生活，你不要说啊，老师你跑到大陆去生活就好了，没有了。我不用，我还是在台湾生活了。我老婆小孩都在台湾，我也不会搬去中国大陆生活了。目前至少不会了，好吧？不要帮我考虑这件事情。很多人帮我老是考虑这个事情，不用帮我考虑了，我就在台湾生活，就是说跟各位休戚与共了，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是说整个那个 A 法或是整个军事状况之下，在上半年就会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各位还是要提醒你，你是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把现金，而且是减低你的负债。来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老师要讲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当一个地区它的一个政治或经济产生混乱的时候，它的利率就可能会产生问题。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涨利率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发生？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从世界各国的标准来去看。你要去处理是说你现在国内的政治跟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必然在利率方面一定会有些调整，因为中央需要钱，把钱不断的吸进来。那你要提高利率的时候，你的债务会不会也是会提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消除负债这么重要，保存现金这么重要，而且你在出事情的时候，在某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之下，你的信用卡也不见得能够使用的时候，那么现金这么重要，贵懂老师的意思吗？不是，信用卡这个东西，它是在一定的状况之下还可以使用。举个例子而言，俄罗斯它在乌俄之战在刚开打的时候，它的信用卡是不能够使用的，它的 Visa、Master 卡或是 JCB 任何的卡是不能够使用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刷卡机制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所以当时它是不可以使用的。那么他们后来去研发出来他们自己的一个信用卡系统，而且现在运行的非常的一个顺畅，说他们的受到打击是非常小的。但是俄罗斯的状况比较特别，是第一个它是进攻者，第二个它是工业生产国，第三个他们也是农业粮食生产国，第四个它也是能源的生产国，所以说它绝对有底气，完完全全可以应付整个乌俄之战，跟它维持它国内的金融跟经济。这个老师在去年跟前年我们就讲过这件事情了。但是台湾不能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要消负债、保留现金，最大的用途是在于你可以有这个弹性去面对你未来会发生的这些种种的变化。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这个各位一定要去记得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说，既然是跟对岸是有关系的，那么中国的经济低迷这个状况，在美国的富国银行啊，他就有去想过说，中国他去年 GDP 就进展到5.5%，好像5.5还是5.6%，那他们认为是说中国的经济放缓，他们会变得经济非常的惨烈。有时候就这么有意思啊，英国是0，德国是负的，然后你说中国5.5，然后你说他快完蛋了，这有时候这个想法也是蛮有意思。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么去想，就是说他们过于仰赖在中国的一个市场跟中国的一个经营能力，或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一些资金、技术，或是任何一东西的一个地位，因为它影响很大，所以中国放缓代表是说其他东西就会受到影响，这个也是可以合理的事情。但是中国真的是必须，它现在一定是经济低迷到你2042年才有可能超越美国吗？是不是能够超越美国是在2024年，这个我们先不提。但是我们要提到上个礼拜没有谈到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缅甸它发生了一个重大危机的内乱，各位就还记得吧？中国的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它是要停战了，然后它在1月12号的时候，中国已经出面在昆明在进行了和谈，所以说缅甸军政府跟反叛军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个意思就很简单，中国不希望缅甸军整个败北，或是你这个反抗军突然就是说受到其他地方，然后他整个火苗也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搞电诈这个东西是美国的，是那个缅甸军政府他们是默许的，而且他们还有他们原本的地方的一个军阀是默许的，甚至还参与了分赃。这个影响到的状况是影响到中国巨大的一个人员、民心，还有他们的一个金融的安全的危害。所以是说，你今天革命军他可不可以被打退？不行，因为革命军是同意是说，哎，我今天帮你把电诈打掉，所以是说你中立就好，好不好？或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明里暗举的帮助，比如说让我在路边捡到军火弹药之类的，有没有可能呢？当然现在已经实现这个事情。那但是中国也不希望这个缅甸军政府被推翻，为什么？因为它整个作乱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大到是说可以有机会把缅甸军政府推翻，但是你让缅甸军政府产生了混乱状况之下，你新上来的政府会不会还可以谈？这就是问号了。比如说他们里面还有一些翁山书记的这些支持者，他是不是有可能在军政府危急的时候把翁山书记给重新扶植上来？那这个状况，翁山书记要比较亲美的，所以那中国在缅甸的这个整个范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些变数？所以说中国去出手去干预缅甸的一个内政你说是干预内政嘛，是他的内政没错，毕竟他们叛乱嘛，那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件事情所停战之后所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的是缅甸，它之前在内战的时候，我们之前提过这个皎漂港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港口。那当时的革命军是皎漂港都把它拿下来，所以说呢，现在这皎漂港就变成了是说，原本要租给中国大陆55年的这个租约，现在缅甸在中国介入之后，这个租约已经放长到99年，99年了。这皎漂港等于意思是说怎么样呢？意思是说你可以打开印度洋的整个航路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当然，印度当然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喜欢的，因为皎漂港这东西对他们讲是有一定的贸易上的影响。那么你现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航路开始从皎漂港这个被打通之后，中国的贸易线路当然会变得比较好，也就是突破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这对于整个中国未来的在海上丝路上面影响是很大的。但从另外一个地方，更重要是什么呢？中国在皎漂港，它基本上它可以是把它变成军港，因为军民两用你很难去分清楚。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对印度来讲就会有一定的军事威胁。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离印度的海军基地或者飞弹试射的基地是比较近的。甚至中国说我不用说部署什么了，我光在那边设监控站了，那基本上它的情报来源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所以说，当中国队跟印度它现在目前的一个相处非常不好的状况之下，那中国就可以实施包围印度的战略，透过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去开始去租借这租借简直租借99年的，这跟香港一样的嘛，对不对？而去建设港口。那港口当然名义上是民用，但是改建成军事基地，或是一半是军事基地，或是军事的仓储，那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包含了缅甸的皎漂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还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塔瓜达尔港，他们这念的这很饶舌
好，这些港口啊，就变成是说慢慢开始包围起来，从亚洲啊、中亚地方开始慢慢的把它包围起来。那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你整个亚太的环境啊，就产生了变化。这个对于谁好或谁不好呢？就很简单，对欧美不好，但是对亚洲很好。然后这个结论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对欧美不好呢？因为中国发展好了之后，你跟他做贸易壁垒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怕你去跟他做贸易壁垒，因为我有源源不绝的跟世界各国有顺畅的贸易，是不是？我有顺畅的贸易，代表是说我根本就不差钱啊，因为我的经济都可以往来，所以我不可能只靠我内循环，我不但有内循环，我还有外循环的时候，而且其他国家一定会比较站在中国这一边，因为有钱大家赚，这么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包围印度之后，那你整个贸易线路就会越来越的稳定。那这么稳定状况之下，当中西两个阵营开始对坐的时候啊，西方衰落的状况就会比较强大一点了。就包含我们之前在直播里面我们说谈到了什么红海危机，当时红海危机老师跟各位去讲这件事情对欧美才有影响，对于亚洲没有什么影响。其实现在就还蛮明显的状况了，因为欧美他们对红海这个地方啊，尤其是美国，他现在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护航他们在往来的商船，甚至那些西洋的商船还必须说我们整船里面都是中国人啊，希望这样子才不会被他们的海盗或者被他们的攻击。但是呢，效果大不大不知道，但是基本上现在敢去走红海这个航路的人是越来越少的。那么你的航运成本就一定会去增加，航运成本一旦增加，他们的通膨就会更加严重。所以有人在说，德国的未来经济有没有可能衰退40年？哦，这个状况就值得去考虑的事情，好吗？那讲完亚洲的事情，我们就要谈一下我们的一个美国上的一个概率。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日元便宜，经济好坏跟有个关系。日本经济又不是旅游业，日本经济靠旅游业是很大的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沟通一下。好，这个日本的旅游业对他们讲是影响是很大，因为他们毕竟内循环是68%是内循环，内循环包含民间消费，也包含了是说旅客过去消费。那旅客过去消费的东西就变成他们民间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个影响。但是他们问题大的地方是在于，日本有很多东西是20%的东西是有需要从国外去进口的。那它20%、25%是需要国外进口的，那里面又有多少成分是必须要透过中国的工业制品来去给他们去使用的？这个东西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商讨的地步啊。所以说，日本的经济对他们的旅客来讲是很重要，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旅客多不多的问题，因为旅客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它去年如果承载2500万人，但是它有没有个承载1亿人的游客，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是你工业只要衰退5%到10%，那么你涨起来的这些消费，你就有可能被工业的衰退所吃掉了。因为日本的上班族很多是在服务这些工业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日本的很多企业是为了服务工业，虽然他们是文员，但是很多是服务工业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对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也包含了日本很多东西也是需要去输出的，比如说。就我们讲简单的好了，台湾比较有名的啊，比如说唐吉诃德啊，或者是大创这些东西的很多商品，它的生产地并不是在日本，但是日本商是不是必须要用日元去换成美元，再用美元去购买这些商店百元商店里面这些东西？那如果你的日元去贬了，然后你又必须去在海外去供应你这些百元商店，无论是大创啊，无论是唐吉诃德啊，无论是其他的任何的那个日系品牌。那么你从日本汇出去的钱，你就要更多的成本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购买这些东西。那当然，你说汇回去之后是不是就汇回来？就是它的汇率就有变化了。那如果它要结账在海外的收益要去结账回日本的时候，日元又涨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过去看到日本日元它要涨一阵子，为什么后来又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幅度？是因为你今天让它涨幅太快的时候，你的进出口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说你日元涨，那你出口当然你就可以是说我成本可以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是进口，那你这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双方面的两面刃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工业还有这些贸易业，他们所影响的程度就会影响到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因为在日本的一个社会里面你要去变成正直的真的变成合格的社畜，并不是在超商当店长。或是在超商里面当个店员，好，这个对他们讲不叫正直，你去卖便当也不是正直，好，你去送什么外卖都不是正直，你必须要有一个怎么样，这个穿个西装，带个领带的，然后他去跑业务做什么事情了，好之类的才叫正直。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问号点，无论是谁赚多谁赚的少，但是你社会地位就是不一样，就是不稳定跟稳定之间，好，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4年后侯友宜还会出来选吗？我们担心一下，今年先过了，我们再担心4年后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先担心今年过了有没有问题啊？这个4年后的事情，4年后再去讨论了。那个可怕的是，你今年跟明年能不能过完了？你过完才是事情，你没过完，你哪是事情啊？然后，那我们继续下去哈。我们先看到，看完了亚洲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在美洲。美洲状况之下，它的问题也是产生，就是什么？它的利率高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断的去升息。当然，现在美国有在强降息，但是我记得老师去年就有讲，美国在第一季你要降息的几率是非常的低。那现在他们的联准会的官员，或是他们的不具名的官员有提出，你要在3月之前第一季要去升息，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还有降息啊，讲错了，第一季来降息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符合我们过去的预测。虽然老师总统预测失败，但不代表其他预测会错了，好不好？现在还有人开始不断的回顾那篇名人堂，我自己是会放的，老师不会把它下架，好吗？错就错了，我是很认错的人。所以他们消费模式变了之后啊，在美国在 Q4， 2023年的 Q4，它的仓储的闲置率升破了5%。全部上5%。那当然，他们也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希望能够让这个贸易跟他们的电商能够做得很好。所以说呢，在美国的电商，他们在去年的年底圣诞节跟新年档期的时候啊，他有推出了无理由退货来刺激消费。所以说呢，因为你可以退货，所以是说呢，我买起来好像就没有压力。而其实退货这种制度啊，这个还是有一些民族性的不一样啊。你这个东西放到台湾、放到大陆，人家随便退的。那在美国，你退的概率你不能随便乱退，但是还是有人会随便乱退。但是呢，那只是一个心理的作用，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大家都希望美国可以是说透过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一个产业转型，能够把这个电商的这个基础做好。但是因为它建筑的速度太快了，它美国的新仓储建设速度太快了，那就有那边的经济学家去表示是说，你这个仓储如果过剩的状况之下，你未来对于这些电商的营运或者对他们的一个股价就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电商这个事情，老师还是认为在美国它是一个一定会走好的一条路。为什么？因为零元购太危险了，明白这样讲吧？零元购是太危险了。老师之前在看一个短视频啊，那不知道搞笑，就是说，这有人去路边摊去买东西啊，看到有人在地上去买那个摆摊，就直接开始卖名牌包包。那个摊老板呢，还跟你讲保真，无论你是某某名牌的，什么 V 什么的，什么 B 的，你都可以在这边买到东西，都是真的。但是他没有购物发票。我们知道买那个昂贵奢侈品的时候，你会有发票证明这个东西我在哪一个店买的，然后带保真，对不对？但是那个店主，那个黑皮肤的店主就说：“我保真，为什么？我有去拿我进货的视频给你看。那进货视频是什么？这零元购的视频，还可以让他去下定。你看哪个店喜欢的，你跟我讲，我明天就寄给你。为什么？因为零元购。所以说你在零元购这个问题，就会促使了在美国很多的商家，他们会开始尽量的去转型到用电商的方法来去做消费。电商做消费的时候不是不好，你开始对很保护你的商家，因为基本上你零元购你不会跑到人家仓储里面去零元购，你在店面零元购，因为你进去出来就可以逃走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监控，对不对？那个不人道的，到处都有探头的这个事情太不人道了，他们没有那么多。这包含他们也有这个什么围罪不罚的事情，900多美金的啊，你都不用坐牢的，口头教育一下就让你走了之类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你都慢慢的去转到电商，我们先不说他们认为这个仓储的控制力过高，而当这个产业开始慢慢走向是说，商家为了保护自己，开始不断的去强化他们电子商务这些电商购物的能量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件事情，店面的消费就开始萧条。这个东西在大陆上已经看得非常实在的东西，比如说我老是去大陆很多次，我们这10几年啊，这来来去去啊，在中国来来去去啊，店面的生意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呢，你说中国整体经济它的影响程度有没有这么高？没有。但是商场、商城、卖场，甚至是一些原本的贸易城，他们基本上倒的真的是满山遍野都在倒。说过去人说，哎，你去投资一个商办投资一个那个展场或投资一个写字楼你这个1楼一个店面你可以吃3代。没有，你这一代吃3年大概就得完蛋了。3年是什么？就是可能2017、2018、2019你可能还没事，到了2019以后你整个市面上的消费你的店面就开始变成大量的萧条。其实老师记得，老师在2018年去的时候它的店面萧条度就已经还蛮严重的。
那现在也是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物流变得很好啊，物流变得很好，所以就他们可以直接发货，而且到点率还蛮高，准点率还蛮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一定会回到美国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电子商务在美国或在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完整。完整原因就是商家要保护自己，商家保护自己之后，那你所需要的人力就会变少，这个是一个隐忧。但是相信在这些欧美国家，他们会有其他的转换空间。这个隐忧是什么呢？就是仓储它所需要的人力并不如你店面所需要的这么多。因为我们看到亚马逊啊，或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电商龙头，他们基本上仓储的一个进出货，很多部分是由机器人去完成的，包含你要去那柜子里面拿什么东西啊，都是机器人去载运的，而且机器人它也没有什么加班费的问题，它就有电费的问题，对不对？它就没有什么上下班的问题，它就可以不断的去运作。说人只是来辅助这些机器的行为，说既然机器人它可以做出大部分的事情了，那人可能只做40%的事情，机器人可以帮你做60%的事情。那么它的产业结构开始转换，产业结构转换的时候，就产生了过度的劳力。为什么？因为这个美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老师一直说形容它是一个社会封建制度，就是说你没有在达到大学以上的文凭跟高中文凭，它是有很大的落差。你能做的基本上大概就是固定的一些行业哦，什么就是做店员啊，或者是做一些技术类的行业。那么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一个你很高的人力就会释放出来。那一旦释放出来，又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给你去做，善良的百姓他没有这么多的行业可以去做的时候，那么，草民不能做，他就只能做土匪。所以未来的零元购事情能不能去改善，基本上是会比较难的，因为它的产业结构也在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的时候，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救助站，他们有他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你整个剩余的人力的问题啊，不用移民过去，就帮他们自己的一个社会的问题也就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怎么去转换呢？就要看下一任美国总统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还是有问题，就在于是说，美国它现在未来啊，现在可以去预想，就是说未来一定还是一样是川拜之战，然后就是我们的川普前总统跟现任总统拜登他们又是在战一下了。那战一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是什么呢？比较严重就是拜登他所现在留下的烂摊子，基本上是川普留给他的。那如果拜登这次又败了，好败他只做一任总统，如果他败了，那么原来的事情就会变本加厉，也就是北约这个事情可能就变无疾而终。这对于欧洲来讲，他们一定想鼓掌叫好，因为北约实在给他们吃太多苦头了。那么你其他的一些美国保护主义就会开始逐渐的往上升。美国保护主义上升的时候，那么欧洲这个充电宝迟早还要再去怎么样，还要再去给它充电一下。所以在欧美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未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于，美国今年也要大选，这个大选会去制造的结果就是，美国到底会是加快还是延缓美国它的金融它政府的金融的破产时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吧？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就要结尾了。最后耳鸣难耐是有的哈，其实老师讲耳鸣是很严重的，但是我决定不要再去讲这些事情了，造成大家的恐慌。既然耳鸣还是非常严重哈，所以说未来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好，那个摇晃晃的事情应该还是会发生，好吗？好像没什么事情哦，大家好像没什么事情哦。A 克法产值太低没有影响，那是有影响，影响很大，好吧？那个 A 克法影响是很大。我们现在的台湾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啊，无论是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人是说那个520的之后的事情啊，各位不要想520之后的事情了，光2月你立法院就要交接了，那立法院一旦交接之后，你后面国会上它是最大影响程度是在预算的分配，所以说呢，你在一党强大的时候啊，那你在审预算的时候啊，你就非常的严谨，然后因为你不能是说再让他把钱随便花嘛，因为在野党是永远是最好的监督者嘛。当然，民众党他现在是比较开始往绿的地方去倾斜，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做了啊，不是那么做。这个东西他们该去审的预算，我相信他们还是秉持着良心状况去审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台湾未来，你说他能不能再投注到一些有用的建设，老师觉得很难啊，老师觉得很难，因为我们现在过去8年已经知道了嘛，我们的几千亿这样子花，其实也没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说白了，那未来当然也是更糟的状况，好吗？所以台湾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哈，这个该做什么做什么吧。事实上，老师还是讲一句话了，
在亚洲的朋友啊，你在中国的，你就得在中国想办法成功。这个时候你不适合去再往欧美地方去移动啊。很多我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中国的朋友，也有很多移去在海外的朋友。你找移去的都是已经有定位置的，你去只要超过5年以上，那么你应该都已经可以生存了。好，这是一个月大概5、6千美元的，换算起来美元的生活应该是有啊，5、6千应该是有了。你要到1万美元的，我相信不多了，有但是不多了。那5、6千美元呢，你还可以活着。但你现在再去美国，你可能就很难去做了，因为它的整个的经济的状况跟它的物价涨幅已经变非常大了，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你真的在亚洲朋友你要去发展的，你又不想留在中国的，那么你往东南亚去发展啊，还是一样东协十国那个地方去找机会，好找发展的机会。当然每一个人都想留在家乡里面了，家乡当然是无限好嘛，但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的。说白了，你在你的家乡要去成功，要去成功，你就必须要看好你家乡有没有这发展的实力啊。至少中国、台湾、韩国是没有啊，中国、韩国、台湾是没有啊，这个要想办法去跑了，该跑的地方还是得跑了。老师为什么不跑？因为我的客户在世界各国，所以我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的贵客，说台湾有很多的广大朋友支持老师之外啊，世界各国都有了，包含连俄罗斯都有啊，非洲、俄罗斯、埃及啊，有些比较普利茅斯啊都有，我们世界各国这个华裔啊，中国人都很多，嘿，感谢各位的支持。所以说我的生意其实是在世界各地，不是只有在台湾。说老实说，死守台湾了，其实有点矫情啦，毕竟我们做的是世界贵客上的服务啊，说比较不一样，好吗？如果你是单纯在国内做生意的，或是做上班的哈，建议啊，至少你让小孩有机会去外出啊，往东南亚那个地方去走，那是会比较好的地方，好吗？好，说到亚洲的地方，最后我们要谈一下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北韩的金小胖，金小胖这个问题啊，是大家非常烦恼的事情。因为欧美现在担心啊，中俄合作之外，再加上了朝鲜他们的密切合作，那这个东西是认为是说整个亚洲的势力啊，就是把欧美的力量整个往驱逐出去。这个我们不谈好或不好，这个是比较需要大家去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北韩它现在的这个武器啊，它的进步的速度是非常之快，包含他们有一个叫做海啸的海啸的一个鱼雷啊，它的技术就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破坏力非常非常的大，已经有点像俄罗斯他们的那个好像叫什么破浪还是什么东西的鱼雷。那当然大家就想，这个武器在朝鲜它快速发展的时间刚好对得上这个乌俄之战的时间，所以说他们就在想，金小胖是不是不只提供给俄罗斯子弹，甚至俄罗斯也跟他交换了什么军事的一个合作，那北韩会成为一个军事的一个强国，因为他穷兵黩武是他的那么一贯的一个策略，这个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担心是什么呢？担心的是说朝鲜半岛是不是下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北韩正式把南韩列为敌对国家。但是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担心南北韩的事情，老师还是说，按民族性来讲，朝鲜人比较难自己发生战斗。这个是比较难。你说历史上当然一直都是有内乱，但是那是因为他们那个交通不便，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当然会有内乱。但是你在世界各国的华侨，我们就知道，或外侨了啊，你韩国人、越南人、泰国人通常都是抱在一起，大家是凝结力是很强的。你要加入黑帮，你可以加入韩国人的黑帮，你懂老师的意思吗？会去在老桥吃新桥，自己人欺负自己人的都是中国人啊，都是华人，好吧，都是华人。华人专门是窝里斗啊，专门吃自己人吃自己人，老桥斗新桥，这个是很常态。但是在华裔的汉族以外的啊，通常是朝鲜族啊，你说这个越南人呐、泰国人呐、缅甸人呐，这些人都一样，甚至墨西哥人也都一样，都是自己的一个圈圈抱得很团结。那说在这个民族性之下，你说南北韩真的要发生战争的状况，这个概率已经是比较低的。他要打，他会先打日本，先打日本因为他不可能跟中国打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烦恼的事情就是，如果他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可以对韩国他要不要来影响这场战争的时候，北韩会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策略，因为再往北一点那是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让日本去动，那北韩就让韩国也动不了，这个东西就变成台湾基本上就是瓮中捉鳖了。我说白了，台海之间就是瓮中捉鳖，因为连北韩都变得这么强大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在北韩它产生了这些动乱之后，那南海也发生这些动乱，那现在要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担心的就是说，
你现在俄罗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那现在就变得比较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普丁已经说了，而且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说，我俄罗斯现在的战果就是非常丰硕，17.5%的乌克兰的领土啊，都已经被俄罗斯吃掉了，对不对？包含你乌克兰的军事的武力还有兵力已经所剩无几了。你现在乌克兰是说你必须让我们完全撤出之后再要和谈，这已经是不现实的一个状况。因为普丁也很明白是说，我不但占有17.5%，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就这么简单，我占领的地方我是不会吐出来的。这符合到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俄罗斯的士兵一旦建立防线之后，他就不打算后退了。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去年6月跟7月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俄罗斯他一旦在把他们那个佣兵团撤走，然后们换上他们自己的国民军他们的政府军之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侵略，而是要进入建立防线。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啊，无论是不是有新的绞肉机战场出现，俄罗斯它基本上已经踩死守他们已经取得的土地。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乌克兰已经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一个反抗了。说白了，你现在只有一个状况，就是乌克兰你必须要选举，你选完了之后，你才可能出来一个愿意和谈的领导人，不然泽伦斯基基本上他是不会愿意撤退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南非的一些问题，南非的问题，他们本身的一个政治程度有混乱之外，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以色列这个以阿之战那个什么以巴之战就是以巴之战，它这个地方啊，各位在想是说，很多朋友问老师说，它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会停止？因为这个地方要停止，你的红海问题才会停止，红海问题停止，你的欧洲上的问题，它的通膨跟贸易问题才能够获得缓解。但是老师跟各位讲，至少在今年秋季以前，这个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之间。巴勒斯坦们之间的这个战争，加上找这个问题是不会停止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的伊斯兰力量已经开始集结起来之后，他红海这个地方已经取得了他们已经有了优势了，他已经可以控制到，然后让美国力量已经无法完整的发挥了。这个强大的战果他们是不可能轻易去放弃的，至少在今年秋季以前，这个事情你只能继续打。人只能继续死，而且你这个战争你要停止状况是非常难的。所以说，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在欧洲的现在去欧洲发展不是好时间？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贸易路线已经被截断，你不可能再绕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再去做你的世界贸易，这是有困难的。更包含什么事情呢？更包含了现在连欧洲他们现在还是怎么样突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心魔跟障碍，甚至美国的威胁，他们现在也开始去跟俄罗斯去购买 LNG， 也就是那个什么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来去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因为现在的北半球的温度是急剧下降。老师已经跟各位说过了，这个上半年的气候会非常非常的不好，上半年的气候不好，你下半年的粮食就会产生的影响。包含了这在去年冬天就已经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能源都必须要继续给俄罗斯状况之下，跟购买状况之下，你整个欧洲它的未来的发展，那是绝对有绝对性的弊病，就是我出不去，我也进不来，我自己也维持不了。这个是在欧美地方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在国际上面各个战端已经非常的明显，包含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乃包含的菲律宾跟中国，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不可能会去解决，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严重状况之下，现在你觉得很难理出头绪，我觉得也是。但是这个事情只会不断的扩散到你没办法去接受的时候，你只能西瓜靠大边。那靠大边最大的地方哪里？亚洲最大的地方当然就是中国。那当然，你说越南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越南这个地方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之前谈过，越南的不动产它是快速的跌价，为什么？因为买家变少了，炒房的人变少了。为什么？因为美金回美国了。这个我们过去有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看到现在是一个比较纠结的地方。纠结是在哪里呢？纠结是在于是说很多事情到现在才开始启动，它这个比较明显台面上的一个变化。在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一个在2024年所做的布局。一定要稳定，一定要减少负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无论你做哪个行业的，尽可能的赶快去学习第二专长，也就是社会型专长。因为未来的世界，一旦金融或是你所认为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变革之后，
那么你能够依靠的一个收入来源，一定是服务他人而获得的收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老师过去在说，中国的朋友你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过得很好，因为你们现在的中年失业叫做32岁到35岁才就叫中年失业了。你们中年是32到35，因为00后进去整顿职场，00后的创造力也是很强的，他们的野心真的要干的人也是很有实力的。那么在过去90年、80年的人，那80年的最大的是43岁，对不对？最小的也32岁，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很容易被社会会被去取代。所以说，你有没有现金是不是很重要？你有没有减少负债是不是很重要？你有没有第二专长来维持你的家庭收入是不是很重要？一般上班族没有不可以取代的人。我说实在话，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不被取代的，一定是社会服务业，包含了医生、律师、会计师、厨师，对不对？还有水电师、水电工程师，是不是？还有建筑师哦，盖房子的、维护的那些装潢人员，这些专业技术的，你才能够在新社会才能活下去。2024年。我们不宜再给小孩或者给我们的下一代是说，你只要念书好，你什么都没烦恼。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由技术去导向，绝对是这个地方去走。各位，你不要想说你现在什么都有，有一天当货币制度产生变化了，或是当你所认为你的位置很稳而失去的时候，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啊，你说啊，反正我有钱，我可以再去学个半年。当大家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变得不好做。简单来讲，台湾现在考计程车的执照，你要排队3个月，有懂老师意思吗？台湾在考计程车，我们要去交通大队去考计程车的营业执照，你要排3个月的队。你知道吗？考计程车要排这么久，为什么？没路走，对不对？我又不想外放中那么累，我去开个网约车行不行？排3个月。中国现在网约车也没那么好开了，也是要摇的，也没那么好开了。说很多事情，当你觉得是说啊，我不如就怎样怎样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是去想，你就很难去做了，好吧？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比较杂一点了，因为很多事情在这个地方才刚刚启动，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能够处理的事情是比较少的事情，好吗？如果真的5种社会性技能可以发挥作用吗？你只要有人，你就会有需要社会性技能。你只要有需求，你有人在生活，在社会性有的时候，你就一定用得到。你不是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自己做的。我说实在的，不会修水电的，就是不会修水电，对不对？你不会不会去装潢的人，你就是不会去装潢；你不会盖房子，就是不会盖房子；你不会煮饭，就是不会煮饭，是不是？很多东西是你只要有人，你就有这个需求。那有这个需求，你就有办法活下去。但是我们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当经济很不好的时候，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你说我会写程式，我会写 C++，这个没有用，这个是没有用的，好不好？我们看在中国不是有一件去美国当那个走线很有名叫讲师吗？他号称他会写C++，我管你什么加，你这一加也没用，对不对？因为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不需要，你会什么不重要，而且有这件事情，好不好？好，感谢对方赞助，感谢对方赞助哈。好，那没有什么问题哈。今天大家还蛮冷淡的，今天什么日子啊？哦，可能大家这个主题不大感兴趣了，好吗？好，最后我们还是说一下哈，那个我们的榴莲批，我们只收到1月31号啊，之后我们今年榴莲就不批了。那还没有点灯的，那去老师会再发经理老师的连结啊，请在经理老师那边去做补点。我们补点是本来就有想到会有这个状况了，因为1月5号点完，一定还有很多人没有点了啊，这个可以预期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跟身边有请示说我们会再补点，但是时间只能在大年初四，所以大年初四老师没法放假，继续为大家服务，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为止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